大家好，欢迎回到我的频道。今天我要介绍的是我的新车 Proton Saga 1.3 Standard Manual。首先我相信 Proton Saga 的 video 大家也看了不少 ，YouTube 上面很多。可是 Manual 的版本其实很少人买，也很少人介绍过。那么很多人好奇为什么我会买这款车？其实我要求很简单的，它是手压的。作为一个汽车爱好者，我一直都认为有一个手压车是必须要有的特质。这就是我选择这个 Saga 的原因。正如我所说 ，Proton Saga 的 video 在网上已经有很多了。那么这一集的重点，我就会放在它与众不同的地方。因为它是 Standard Manual， 还是 MC2 的版本，也就是最新的 facelift， 所以我会跟大家一一介绍它与 Standard Auto 的不同，还有我对这个车做了什么改动。相信大家第一眼就可以看到的是，这个车用的是一个铁 rim， 它是14寸的，然后它原本是有给一个 plastic wheel cover， 我已经拿掉。如果是 Standard Auto 的话，它就是 alloy wheel。不过也是14寸的，然后这个铁 rim 我曾经有想要换掉的打算，可是其实看久也蛮好看的，而且铁 rim 就可以让人家清楚的分辨到这个是 Standard Manual 的 Saga。如果你在路上看到铁 rim 的 Saga， 那么它就是 Standard， 大概率就是 Standard Manual 啦 ，for MC2 啦。如果是之前 Auto 也是有铁 rim。第一个改动就是这个 side mirror 的 cover， 原本它是跟门把一样，是这种 matte black 的颜色，然后这个是我自己喷成 gloss black 啦，就比较好看。那么这个地方如果是 standard 的话，其实它原本是给一个白色的就是一个 plastic 啦，然后这个 plastic 是可以给你自己拆掉，然后我已经换上了这个跟 premium 一样的DRL， 然后这个 DRL 它还有多一个防身，就是流水型的，我展示一下，就是这样。另外大灯的灯具我也是换过，小灯是白色的 LED T10， 大灯是Y3 protector， 因为它是一个 H4 的 headlamp， 它原本给的是 halogen， 我对那个亮度不是很满意，所以我换的这个是4300K 啊，它是属于白带黄，我给大家看一下效果。这个是小灯、大灯。那么这个4300K 呢，它属于白带黄啊，它相比起全白，也就是6000K 的话，它在雾跟雨的这个穿透力会比较好，然后它又没有到黄色那么难看，所以我推荐这个颜色给大家。我希望更多人选择4300K。还有一点就是这个后面的车牌灯原本是halogen黄色，我也是换成跟小灯一样的白色体天 LED。来到室内的话呢，它跟 Standard Auto 的差别也不多，但还是有啦。第一点就是它的室内灯被换去中间了，这个就跟我的 FLX 一样。如果是 Auto 的话，它的灯就是在这边，跟 X70 那种的 design 一样，那个会比较好看啦。不过这个也不差啦，它原本就给你一个白色的 LED 哦。然后这个就是 Standard Manual Saga 的 meter 表，我已经跑了2800多公里。
平均油耗呢，这个大家不用相信啊，是很不准的。我自己跑的话，大概是10 liter for 100公里啊，就是一桶油60块，差不多跑300公里，跟我的 FX 差不多，就是可能是踩油踩比较多的关系啊。我以为比较省油，可是其实没有，它少了这个 gear indicator， 因为它手压。如果是 auto 的话，它这边会写 PRNDS， 大概就是这样。还有就是这个地方，如果是 standard auto 的话，是会给你2个 USB 的 ，standard manual 就没有了。另外呢，这个 window switch， 还有这个调静止这些，它原本都是没有灯的。然后我有看到Facebook 有人分享怎样把它们接，其实就是拿一个 wire loop 给它通电吧，很简单。然后这个 auto up down 原本 driver seat 也是没有的，我是自己上网买整个 module 自己装，所以它现在是有 auto up down。Premium F 是有 auto down， 可是没有 auto up。然后车内的话，我就加装了这个70迈的 A500S 前后 camera， 我自费的。70迈几时要sponsor我嘞 ？OK， 不用紧。然后另外我也加装了这个 Hertz 的 component set， 不懂大家看得到吗？就是其实 standard man 呢，也包括 standard auto 啦，它都是给你2个 speaker 吧，前面2个。然后虽然我对音质的要求不高，可是2个还是听得出很差，所以买了车不久我就去加一个 Hertz 的 component set 啦。然后这个其实 Hertz， 然后原装的我已经把它搬去后面了。等下给大家听一下这个音质怎么样。现在就试听一下，我随便开一首歌。那么接下来啊，就把这台车开上路，讲一下驾驶心得了。然后这辆车它的 clutch 其实很轻，就我觉得很多人对于现在手压误解是很难加。其实这个车它跟以前那些跑 cable clutch 的车不一样。它用的是这种 hydraulic pump， 所以其实 clutch 很轻的。所以其实我希望更多人可以接受，也尝试一下现代的手压车，真的很容易加。像我之前有几次大台车，其实根本不会累。其实我是有驾过新款 4AT 的 Saga 啦 ，MC2。我也是有加过，我可以讲那个感觉真的是两辆车来的。4AT 真的是踩油不会走。
灾难来的，没有力啊，真的是没有力。那这辆车，坦白讲啊，我觉得不会没有力，就算它1.3，很多人看到1.3觉得，哎呀，1.3 94匹，这个马力94匹，在5750转啊，其实跟我的 FX 是一样的，虽然他们是不一样的 engine 的。其实如果你愿意踩的话，这个引擎它是会发力给你的。那么它是120牛顿米4000转。其实这个动力放在一辆小车，这个车1000多 kg 啊，其实这完全够用。很多人他们买Saga的时候，他们讲没有力，其实他们是没有试过手压Saga，真的，两个不一样的车。我承认Auto的Saga没有力，尤其是 CVT 的版本呢。可是其实 CVT 那个你上好Highway哦，它是愿意去咯，过了120啊，反而是4AT就输一点。然后我现在去国道顶地的路走一下。然后很多这个然后这个车其实它2000转一下确实是没有什么力啊，不过它差不多2500就有力了。所以其实你只要 keep 着 RPM 高一点点，因为 4AT 的话，其实他们 4AT 是很积极换压的嘛，其实，而且 Saga 也只有这个 S mode 罢了，它没有 manual mode，所以它限制住这个引擎的输出。其实很多人都讲 Saga handling 好，很好驾，就是输在没有力。其实 Saga 手压完美解决了这个问题。听我的，其实买 Pro 的话要买 Auto， 因为 Pro 的手压其实蛮差的，就是它换压感觉不好。反而是 Proton， 你一定要买手压的 Proton， 你不要讲 X50那种了，旧款的 Proton 啊，就包括 Ezo 啦、Preve 都是这样子。然后这个车根子是有一点点难做，可是家用车都是这样啊，是非常性能车。所以我的建议是，你买这种传统的 Proton， 也就是 Iris、Persona、Breve、Saga， 你一定要买手压的版本。可是很可惜哦，以前 Iris 1.6 Premium 还有手压，没有人买。我听讲1.6的啦，总共也就400多辆，不到500辆，其实是很可惜啊。可是没有办法，现在手压传统 Proton 也就只剩下这个 Saga 罢了。其实手压 Proton 才是精髓。这个车的油门会有一点点累，所以你的补油要提早一点踩。你如果试过 CVT 的 Proton 的话，那个是更加的累。手压还好，你就是要提早踩油，然后踩深一点哦，退压的时候。然后这个 clutch 是就如我所讲的，它很轻。另外值得一提的是这个压箱啊，如果是 MC1 的话，它是用这德国牌子，就是 Getrag 啊。MC2 的手压就没有用 Getrag 啊，听讲是因为 Getrag 它已经没有做这个压箱了 ，5 speed 嘛，可能没有做这种低端的了。然后那个 Getrag 呢，其实手感还是不错的，可是现在就换成这个中国的压箱，株洲 Gear 啊，没有记错的话。其实这个压箱，它换挡手感也是，我觉得比这个 truck 更加好。我之前有驾过
Saga BBT 就是 MC1 上一个啊，那个最难看的 Saga 之一，那个它换挡的感觉，它很长，它行程很长，这个中国的反而更短一点。然后这个车如果你愿意踩，它是很快的。今天是拜六啊，还是蛮多车。它有一点迟啊，因为刚刚有延误到一点。很多人讲 Proton handling 好哦，这个我可以跟你保证 ，Saga 的 handling 在同级对手里面肯定是没有对手，甚至是可以越级打。坦白讲，我驾过很多车，比如讲 Mark X 啊，我觉得他们差别不大的，其实 Saga 真的是 handling 很好。现在没有什么可能。然后这个车关于它的 top speed 的表现呢，之前我有试过跑到170多，它还是可以再上，它的速度还是上蛮快的，只是没有那时候我觉得没有必要，就没有测试它的极限了。以1.3来讲，其实有利。你看这个弯，我觉得要5号牙过。现在120是3500转了，它 RPM 是蛮高的，可是其实5 speed 都是这样子哦。所以这个车跑快是有，可是如果你 keep 着这样子80、90这样跑啊，是省油啊。它如果跑快哦，它可能会比 4AT 还要自由，因为我看 4AT 哦，他们跑100啊，那转速才2500这样子罢了。我这辆跑着100，准3000转，所以应该是更加自由。而这个车其实你也没有必要太追究Auto跟手摇哪一个好，就是你可以接受手摇，你就买手摇了。因为这款车相比 Standard Auto 啊，我不要讲 Premium 啊，它相比 Standard Auto 它都少蛮多东西的，包括这个灯，我讲 USB 那个 rim， 这个不是重点，还有 Hill Start Assist、Electronic Stability Control 全部没有给你，而且价钱差一点点罢了。我这辆 on the road 到来了，我有25%的 CD， 我 on the road 到来是36,000，包所有东西。如果你是讲买 Standard Auto 的话，其实没有贵很多吧，30 on the road 到来要38,000这样子，38、39，多两3000块。它不止换那个牙箱给你，Auto肯定比较贵了吧？它还换蛮多东西的，那种 Electronic Stability Control。Hill Start Assist 那些全部都是钱的，所以如果你单纯是以一个性价比的角度来讲，可能 Auto 是更值得的，因为它其实已经很便宜啊，30多千给这样子的东西。可是如果你在意的是你的驾驶成就感，觉得这个手牙肯定比较好。肯定比较有力啊，这个我给你保证。如果你买 Auto， 它各方面都很好，可是它就是少了那个操控感，你明白吗？这个就算它1.3哦，它还是给你很好的感觉。其实我之前有在犹豫啊，就是我买一个马力这样小的车，94，因为其实一样的价钱，你可以买到1.8 HP 啦，
或者你可以买 Preview， 或者是1.6那个 Persona 跟 Iris 都是有的，他们马力比较大，可是没有办法，他们没有新车了。所以，其实我买这个车，我有一个想法，就是我要加酒了，所以我把我的车牌换过来，这样新车我就想要保留啊。就算我以后换别的车，我也会选择保留这款车，因为其实市场上真的没有什么手摇新车了嘛。然后跟以往的 Proton 一样啦，这个 signal 是在左边的，你又要换牙，又要打 signal， 其实我没有问题，我听到有人投诉这个问题，我完全没有感觉到不舒服啊。提早打 signal 才换牙，我现在还是开着冷气。Saga 过这种弯给我的信心是很足的，而现在很多车，不然我可以跑快一点。它给我很有信心啊，尽管这个打压是原装打压，175 65R14，中国打压玲珑的，under 玲珑的，这个打压175其实蛮窄的哦。如果你corner急弯的话，你过很快，其实还是抓不住。可是这种大弯的话，那 OK， 就是不要讲很快啦，就是100处这样子顺过。反观是我们讲 Pro 啊、Beta 那种，我试过真的是没有给我信心，给不到我信心。其实这个车它隔音我是满意啦，现在是跑着100处，其实没有什么声音，而且这个打压 OK 了，这个打压不算吵了。之前我跑着170的时候就是很吵了，可是没有办法，便宜车。你不要忘记啊，这个车如果你不要算RCR的话，就是那个22千的 Saga。其实那个 Saga 我之前有想要买的，22千，我定金都给了。可是后来想来想去哦，那个车真的是太过空了。你不要讲没有 ABS， 它连 center lock 都没有给你，唱机也没有给你，他卖你22千。其实不是不可以接受啦，22千是很便宜。我这边做一个右转回去。其实那个阿夏卖你22千哦，其实是真的是很便宜啊，你不可以要求它太多。可是对于我来讲，它已经缺少了作为一个代步车最基本的东西。ABS 我觉得是有必要的。另外就是它连车顶的那个隔音棉也没有给你。这个Saga哦，你不要看它阳春这样，该有的东西它都有。唱机也给你，也有蓝牙 ，Center Lock 有给你，而且那个那个阿夏哦，它后面的 boot 哦，你不可以在驾驶座这边开的嘞，你要用锁匙去开。这个都cut掉，其实我有一点不可以接受。而且那个阿夏它整个里面就是给你，哇！很空啊，然后这个Saga也是不容易失火。这个没有车哦，注意一下。
这个 Saga 的时候哦，你不会感觉到它是一个便宜车，它给我感觉，甚至我觉得啊，它可能会比那种 Vios 啊来得好。DNGA 的我还没有试过啦，旧的 Vios 应该这个会赢啊。而且你注意看哦，很少人 complain 这种 Saga， 这所有 Proton 的 ride 肯定没有人讲不好啊。你可以讲它里面配置有一点阳春啊，因为我们讲它的对手啊，其实Beza它最 low spec 都给你LED 头灯，还有什么那种，比如讲 keyless entry 啊，这个车插锁匙的。插锁匙这个我个人是不介意，我甚至更喜欢这种插锁匙。你不用怕那种什么 battery 没有电啊 ，detect 不到啊。我其实喜欢这种空的车了。现在100闪过这个吧，顺罢了。该有的东西它都有。可能会有人讲这个车很吃油啊，你拿来跟Beza Miami比的话是啊，可是它便宜哦。我讲你买那个Beza 哦，1.0啊。跟这个手压1.0手压跟这个1.3手压一样价钱，它给你的东西，你会感觉Beza表面看上去好，可是 Proton 的车哦，它在这种 engineering 方面呢，它的机械层面哦，肯定跟Proton 的车不是一个 level。讲的 Ativa 我也是有加过，不一样。它甚至比不过 Proton 啊 ，Ativa 已经可以讲是 Proton 里面肯定最好的车，还是新的底盘的 DNGA 嘛。其实这个 Saga 它用的是CV 的底盘 ，CV 我不懂大家还清楚吗？其实 CV 是以前 Proton 早期跟我忘记是 Renault 还是什么，他们合作打造的车款来的。那个 CV 的底盘已经是很不错了，然后后来的 Saga 都是用那个 CV 的底盘，包括 BLM、FLX、FL、BBT， 也就是现在这款啊，BBT MC2、MC1， 它这个底盘哦，它虽然老，可是它还是不差，所以你可以懂哦 ，Proton 的底盘那个功力是有在的。而且我相信啊，这个车，如果你去换一个，我们讲 Sport Rim 嘛，然后你换那个Avanti之类的，它的操控肯定是会更上一层楼，因为这个铁 Rim 的重啊，虽然是14寸啊，可是你如果换那种15寸 Flow Forming， 它肯定会更好操控啊，所以。我觉得对于一个热爱驾驶的人，如果你budget不高，你想要一个新车，Saga是不二之选，我可以讲是不二之选。因为其实这已经是我家里第3辆Saga。我出生的时候，我妈妈是驾Saga MSS， 那个也是手压的，只是后来因为一些原因就换了那个。FX CVT 啊，那个 FX CVT 其实它操控那些也是没有话讲，
好，很好。只是就是它的 CVT 有点 lag 咯。其实 FX 我还是蛮满意的，我是喜欢的，不然我怎么还会买回Saga？就是，可是你不要听他这样子就觉得其实我有特别维护Saga这样子，他还是我不是被逼选这辆车，它确实是最好的选择。其实这个车。你不要算保险的话了，34,000这样子。纵观在全世界来讲哦，差不多是$8,000不到哦。其实这样便宜的车不多。纵观全世界啊，就算你去到美国来讲都好，我们懂美国的车便宜嘛，也是没有这样子的车的。你8000块买不到新车了，$8,000。我觉得这个车它已经超越了这个价钱应该给到你的东西。我每次看那种人家 comment 啊，很多人就讲哇，Saga 什么年代了，什么东西都不要给你。其实我想想，他给你的东西你看不到罢了。他给你的东西从来不是写在配置表上面。他给到你的是这种纯正的 Proton handling。我看很多人讲啊，其实 X50、X70那种，就是吉利的铁牌车啊，其实 handling 都没有这样好了，没有像这种Saga。反而是这种纯正的Saga，纯正的 Proton handling， 还有 Proton 的感觉。Iris Persona 我没有什么玩 ，Iris 我有试过，我之前有加过 Iris 手牙啊，那个也是不错，1.3的啦。我也加过 CVT 的 Iris， 也是1.3，我跟你讲，真的是两个世界哦，不一样啊。然后我每次看到那种 Facebook 啊，比如讲关于 Iris 的 review， 或者是 Persona、Saga 的 review 啊。我看到 comment 其实很心寒啊，很多人会讲那种油耗高这个 OK 了，我接受了。很多人讲动力差，其实真的不是 engine 的错，是假想的错。Proton 哦，你真的是要买它的手牙才可以体验到它的精髓。这个车，你看塞车这种啊，它的 clutch 很轻啊。如果你住附近啊，你是这一区啊，可能很多人现在年轻人他们接受不到新款的手压车啊，他们长辈一直跟他们讲哦，手压很累。其实很大概率哦，他们以前驾的是那种好 cable 的 clutch， 那种我有试过，真的是硬啊。比如讲那种，我试过 Toyota Celica 啊，那个 clutch 真的是硬啊。你如果真的是塞车，每天这样的塞车，我也是担当不到的。可是这种新款的跑棒的哦，其实很轻。你跟我讲，其实这个塞车哦，我应该也是不，我觉得塞2-3个小时是可以接受。而且这个换牙其实蛮精致的，它不像 Pro 的啊，我试过，以前我学车也是用 ASIA， like a shit 的，真的，我没有骗你，差很多。Pro 的手牙，算了，买 Pro 一定要买耳朵，买 Pro 一定要买手牙。其实我看到很多人 review 这种Saga的时候，我在想，如果他
review 过是一辆手牙，其实它一切的问题迎刃而解，好像没有力，我多这是没有力。你买手牙来看，没有 hill start assist 啊，这个。其实我觉得没有必要 hill start assist。就是那个车往后滑的时候，你才跟你的车 connect 到嘛，你知道哦 clutch 要放多一点，这个是手牙车的乐趣。其实我看到很多人讲，诶，之后没有，如果可以有一种手牙车，它是不用踩 clutch 的，或者是起步的时候你不用一直在那边按 clutch， 不用换来换去，就是你跑快的时候才需要换牙就好。我在想，这种人，你们到底在想什么？其实手牙的乐趣就是你在塞车的时候有一个东西可以玩了。很多人讲哇，我每天这样的塞车，我买auto。其实对我来讲啊，塞车，如果你在一个塞车环境哦，你所有燃油车都不适合买啊。如果我讲的话，你应该买电动车，因为电动车或者 hybrid 车，因为这种内燃 internal combustion engine 哦，它在低速的状态，它永远是不 efficient 的。你想看你每天这样子在 idle 的 RPM 塞车，其实效率是不好。如果你讲你买电动车的话，我 OK， 其实它确实是比这种车更环保，在以塞车的情况来讲啦。可是电动车也不要忘记，也是一样哦 ，battery 问题哦。OK， 现在我们回到这里了，是时候做一个总结了。这个车和换牙很好换，很爽。我想，如果你住附近，你可以来找我啊。如果你真的要想试驾一下，其实这个Saga我驾了3个月，我是很满意的。它符合了一切我对于我的车应该要有的东西，它都符合。那么我现在讲一些我对这个车不满意的地方，不是讲不满意啊，就是买了过后才知道它的一些问题，小问题啦。我试过一次，不止一次，2次，这个车很难 start 的问题，就这样子 start 很久啊。而这个对我来讲问题不大，总之它可以 start 啦，就是你等一下之后没有怎样了嘛。可是我的 FX 12年。都没有这个问题，所以你来讲这样子讲的话，肯定是这个 MC2 它本身的一些问题。因为这个车不是我一个人这个问题不是我一个人遇到，全部人都遇到。你去那种 Facebook 的 group 看啊，全部人都有这个问题。然后换牙手感不用讲哦，很好。真的，如果你是住附近啊，你来找我试驾，我保证，如果你本身在考虑这种价钱的车哦，这个车你会下单。那么这个车其实我等1个月左右就拿车了，没有等很久。一方面是其实这个车它是批量出的，它不是定期，它不是一直这样子做，它其实半年做一次吧。就是上一次出车，前一次出车是3月这样子。然后上一次就是7月多这样子做一批，我就刚好拿那个7月的咯。其实这个车哦，
我拿license的时候我就想要买了，那时候我就想要买什么样的车了，因为auto车真的不是我想要的东西。我驾过蛮多车啦，就是 DSG， 我也之前驾蛮长一段时间，它是换压很快，很省油，那个感觉也是很好，可是它就是少了一个沟通感。你加那种换 DCT 哦，电光火石，可是就是少了一个感觉。这种很多人会讲哦，这种 cheap 车这种手牙，其实就是给没有钱的人家，就是 budget 不高，然后又要省一点点钱。尤其是中国，他们的手牙相比来讲还是便宜蛮多。可是以这个 Proton 来讲哦，没有省到，其实。你讲吃油是一样吃的，现在Auto跟这个，尤其是这款 Saga 其实没有什么差别，价钱也没有差多少，他给多一点东西嘛，贵你2、3千是正常，所以到最后怎样的人会买这个车？其实我看到啊 ，Facebook 开始蛮多人买这辆车了，你懂吗？包括我一个朋友，他跟我同一个时间买的，同一批。所以，其实这个 Saga 我很满意，它冷气又冷，我每次都是开最小格吧，我跟你讲。其实这个车，我每次洗车的时候，它给到我的感觉就是它不会 cheap。其实这个车蛮好看的，我跟你讲。你换那个，如果你是 Standard Auto 的话，那个银色的 rim 是不好看的。如果你换黑色啊，或者是你换那种 Sport rim， 整个车的质感就上来了。包括它的线条很多样，杯架比较好看，其实我不同意的。因为杯架它其实是阿夏拉伸出来的，阿夏的底盘，他们的 wheelbase 那些阿夏底盘拉出来的，所以你会看到哦。杯架屁股这样子往上呢，因为阿夏的线条本来就是往上，往上很多，不是一点点，这个Saga还是往上，包括 Iris 跟 Persona 也是会有这个问题。只有这个Saga它纯正它 design 的时候，它就是一个 A segment 车单，所以它线条可能比较老一点，可是它 design 的初衷，它还是一个 A segment 车单，所以它出来的产品，出来的成果还是 OK。那么我的分享就差不多是到这边，谢谢大家观看。